各位好，我是蔡康永。今天我们所请到的男神，他到目前为止所累积的感情史罄竹难书，我自叹不如。哇！大家好，我是罗振宇。今天的男神呢，据说他的脸大到了$10,000扔到脸上，一张都掉不到地上。这我确实是自愧不如。大家好，我是张春玲。今天的男神失恋了这么多次，每次还能哭得这么真诚，我自愧不如啊！大家好，我是何炅。今天的男神用1个小时可以读完一本书，紧接着就可以对镜头喷50分钟，我自愧不如。哎，还有10分钟流失到哪里？你10分钟要进广告。10分钟是书里的标点，我说话没标点，所以就等了10分钟。大家好，我是马东。今天的男神离开《奇葩说》之后，一直在精读《红楼梦》和《金瓶梅》里面的插图，我自愧不如。啊，《金瓶梅》里的插图没有一幅是低级趣味的。我没有说你低级趣味，我说的是绣像本《金瓶梅》里。哎，我知道，那个里没有一幅，很高级。这样，那我重新说一遍。今天的男神在离开《奇葩说》的日子里，在精读除了绣像《金瓶梅》之外的所有盗版《金瓶梅》的插图。我自愧不如。你累不累啊？好，欢迎高晓松回归《奇葩说》。下边穿着裤衩露馅了。这个当男神的好处就是只画上半身的，下半身不用画，因为不用下去。他脸这么帅，腿还可能难看吗？腿完全可以特写一下的。哎呦我的妈！其实刚才那是何炅的腿。简直。我觉得高老师虽然这个第4季啊到今天才回来，对，但好像中间并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来到这个场地也完全没有一丝的不适和陌生感，所以你有没有感觉这里依然是你的地盘？不光是我的地盘，这是我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我看到他，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做一个节目这么久。既然离开了，今天为什么又要回来？康永哥。我回来其实很简单，我就每期都看，我一直看到觉得康永已经没话说了，该说的都说完了，这时候该我来了。我本来人生的话都已经说完了，高晓松一回来，我就有话要说。本来已经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哎呀，现在变成了吃铁丝拉罩里，真能编。其实小松离开奇葩说这段时间，他真的没有闲着，做了很多大事儿，比如说这个对谈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现在不是了吗？我看到钱。自从跟我对谈之后就，他突然钱少了一半，你说去哪儿了？原来我是皮丘，聊天还能吸钱。这得小心，和小松对谈会贬值。好，小松做了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他去跟比尔盖茨对谈之前，特别大方的跟网友去征集说大家最想听什么问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评论里点赞最多的是我美吗？而且问了没有？而且多达多少？5万多个赞，5万多个赞。好，就是你这话是你说的，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去问。5万多个人点赞的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问比尔盖茨？我用肢体语言问的，肢体语言就是，然后就少了他一半。看懂了。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5个颜值非常出挑的男人的照片儿，我们请小松自己来评定一下，在这里面谁是真正的颜王，就是颜值巅峰。
中间那个，我不得不说，小松占的幅度还是略广的。我觉得还是我比较有特点。小松，我觉得你的脸在这5张照片一摆，你真的是这里面的定海神针。不是，其实两边那4张是贴在我脸上的。就是他脸其实大到那4张照片，他就是盖上，把那4张照片挪开，还是他的脸。就是吴秀波和吴彦祖是他的2个耳朵，这样就清晰了。那俩是酒窝，俩酒窝俩耳。这是一个屏风啊！好，我们来聊一个今天的脑洞题啊，交给台上的几位导师。既然小松拥有如此之惊世骇俗之容颜，那么请问大家觉得古往今来，觉得谁才是配得上她帅气外表的完美女人呢？为什么？配得上高晓松的。对，古往今来，不一定是。那个说潘金莲的，一看很有古典文学修养。为什么呢？因为《金瓶梅》上来描述西门庆啊，头圆相短。哦，头圆相短说的就是罗老师嘛，以及我，以及西门大官人，头圆相短。哎，潘金莲，潘驴邓小闲，潘驴邓小闲，那不是潘金莲。是潘安，潘安嘛，潘所以你是潘安之貌，对不对？驴邓小闲，驴邓小闲，驴不可以错过是吧？啊，对，不是，其实邓小闲也无所谓了，有驴就好。张老师，他还要女人干嘛呢？给他一面镜子就好了，他每天对自己问一下，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男人？你太不了解我了，我拿一镜子直接就冲镜子磕头。我还问这种问题吗？直接就拜倒了。好，那个康永哥有什么好推荐吗？古往今来一个女生，推荐给小松，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脸长吗？苏小妹相思泪，今年犹未到腮边，和我总面积相当，只是形状不太一样。这俩人要亲个嘴儿，这得找1年。我们俩一块儿叫老泪纵横。我横着1年，他竖着1年，一个用经度去测量，一个用纬度来测量。好，一个是左耳到右耳有时差，一个是脑门到下巴有时差。马老师，白骨精，千变万化总有一款适合你。但其实，在小松眼里，都是一堆白。在我眼里都是妖精，全都是妖精。一个没有金箍棒的孙悟空。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很高兴高晓松又回来奇葩说跟我们一起搞事情。对，我们掏出来搞事情，谢谢我们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谢谢小米。好，那今天呢，大家这个也知无不言啊，奶后吐真言，感谢我们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谢谢纯真。哇！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场的这个星星争夺战，今天这个节目聊完之后，我们就要产生我们这一次这个奇葩之王的决赛的人选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来，请看，大王加油！佩佩，你怎么面如死灰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谁？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去。哎呀，不是，是我们家亲戚。亲戚？管你借钱啦？你又没钱。哎，我也没钱啊。大王，你最近可是接了不少代言。我承认我最近是赚了点钱，可我那钱都借给潇潇了。哎呀，你跑题了啊！
我四姨和四姨夫来北京开了个旅馆，然后让我周末去帮忙。帮忙而已。哎，你至于这样吗？亲戚，就是亲戚，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拿我当外人。他们家保洁员周末休息，然后让我去干活。这家伙，这打扫卫生、换床单、被罩，还洗厕所。你知道那房间他人间万象，你懂吗？哎呀，过分了，过分了啊！佩佩，你说你平时在家就什么的也不干，大小姐似的，跑出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儿。哎呀，那不是亲戚吗？再说了，我四姨确实对我不错。前两天上超市买一打折秋裤，买小了，然后小人给我。你说我们家那么多孩子，他怎么不给我哥呀？是不是？你没问题吧你佩佩？打折秋裤，就你这智商，哎，我要是你亲戚，我都不敢找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提亲戚。昨天晚上我上我三姑家吃饭，我说那三姑父喝点酒，跟我说，哎呀，大侄女啊，前两天你领回来那个小伙哈，有几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然后我就说，那您就别讲了。怎么说？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哎，这奶奶的小米哥我见过呀。哎，爱健身，爱读书，能歌善舞，还热心。每次奇葩说开场前都来热个场啥的。这么好的人，有什么可说的？是呀，但人家说了，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腰上没标，走路都飘。然后就把我介绍给隔壁王老二，那哥们儿体重奔着200斤就去了，然后跟我说，这样的男人有福气。你就告诉他，这种有福气的男人，奇葩说现场多了去了，你看看满场都是嘛。是，你说我们家亲戚怎么那么不拿自己当外人呀？佩佩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也怪你。你说你平时那么能说，遇到这种事儿该撅你就得撅。你现在跟我在这巴巴的呢，你碰上你家亲戚，你也怂？不可能！哎，我告诉你，要我遇到该撅我肯定撅。我跟你我电话一会儿好好跟你说。喂，二大爷，咋子？哎，我那个中酱挂面给你寄过去了，你拿着拍个照，发个微博宣传一下嘛。啊，不是二大爷，代言人都是你了。啥子？二大爷，我跟你说，哎，不是，哎，二大爷，喂，二大爷，哎呀，佩佩，我可能要代言中酱挂面了。好个屁呀！中酱挂面，空心的面，好吃的面。这也太影响我国际化的形象了吧？你说我可咋办啊？咋办？那是你大爷。所以嘞，这亲戚总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到底该不该撅他？嗯？开心，终于到了新兴争夺战的最后一场，就再也除了这一场也没有更多的比赛可以输了。上个阶段他有赢过吗？我已经忘了，好像从来都没赢过。感觉最近天天在输。他打了6场，输了6场，还好吧？你是不是从来没输过？真的吗？哎呦我去，我这么厉害呀！因为今天互刷记录。完了怎么办？那你希望破的是谁？我觉得可能性来讲，应该是我吧。这就对了，就等今天了。感谢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的海飞丝。我靠，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亲戚总不拿自己当外人，我该不该撅他？首先，请我们的100位观众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啊，到底该不该撅？如果觉得该撅，按红色；不该撅，亲戚按蓝色。各位，请选择。3、2、1。陈明，陈明，咋回事啊？陈明，这期奇葩说录了6次，全输。心疼我们陈明。因为奇葩说现场啊，特别容易，好像就是观众投票多的那一面难赢。对，陈明好像第4季，哎，陈明第4季你赢了几回了？如果这场赢的话，应该是第1回。但是每一次都战胜了自己。今天其实
我们男神本来应该坐在这儿就稍微看一看，偶尔的点评一下。那不行。对，那我们怎么可能这样放过我们的小松呢？对，而且这个今天难得小松又跟康永哥可以这个同台对战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要辩论的2位导师分别就是我们今天的康永哥和我们的男神高晓松。好，2位请用我们的小米手机亮出你们的直方，好不好？我选直方之前想要搞清楚题目的意思，就是、对什么叫撅？康永哥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撅。北方话懂这个词儿的举举手。哇，好，不用解释了。哎，不懂的很多，他们就按钮了。撅的意思大概就是把你无情的拒绝，但是又有点跟你赌气，有点当面不给你面子的意思。最轻蔑这个方法来拒绝。但还不是怼他，怼他是主动去怼，撅是你主动提出要求，我给你驳回了。怼是面对面，撅是。对啊，拿后脚踹你，撂脸都不给你啊！对，撂给你一些定色看。好，我知道了。好，那我的持方是我选该撅，还有就不撅。好，不撅。小松不撅。这手机还挺好看的哈。哎，我这还有新的小米6呢。陶瓷的啊，这是那个 Mix 那个这个大的那个。哦，有点意思。这爽哎，但这舒服，你拿一这个。我拿一这个舒服。加钱啊。不错。那个全林老师，你今天觉得是该撅还是不该撅？我都没有这样亲近。都被你撅完了吗？你先选吧。我就说，就像你这样的商人有亲戚吗？不是商人，不是六亲不认吗？所以有没有亲戚不是很重要的事儿。我觉得不该撅。商人嘛，和气生财，连亲戚的都闹不着气，连亲戚的钱都挣。啊，所以他不撅。他不撅，那全林老师就撅了。撅了，说撅就撅一下吧。哎，好，来欢迎2位导师。这是赞助商吗？这个啊，这个是蹭赞助商位置的我们的新薯条，你可以尝尝。你们家的我们家的红莓味儿。为什么？他们家还有爆米花。来，都挡脸上，所以挡。这可以。好的，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辩论了。那少方先发，所以呢是反方。反方的一辩，我们今天是又是对啊，又是我。对，小松，他永远轮到第一个，我永远都是第一个说，就开始怼。是的，所以都没有靶子。所以我想说，不同意你们任何观点，虽然你们什么都没有说。我觉得说一个事儿该不该，要就事论事。但是人这种动物呢，他什么事儿都看人。你比如说，猿王放屁就叫鬼话连篇，玉皇大帝放屁就叫非同凡响，是吧？狐狸精放屁妖气，嫦娥放屁呢神气。所以你看，就这么一件小事，都要看是谁干的。觉得这个亲戚隔三差五上你们家蹭住，不能忍，对吧？那如果你们家亲戚是一颗闪闪发亮的明星，比如说何老师，一过节就来，不但自己来，还带着朋友一起来。谢娜、马东、康永哥挤一屋子，特别不把自己当外人，闹腾。你撅不撅？你不但不撅，你还要烧高香去庙里还愿，恨不得天天过年，是不是？还要高清大图发朋友圈，哈哈哈！表哥又来了，还带着他的朋友，是不是看人？好，你觉得你二大爷没事上家聊天，随便问了一句结婚了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你就觉得哎呀真的烦，触碰我的隐私，是吧？不拿自己当外人。如果你们家二大爷是小松老师呢，煮一锅卤蛋，从你结婚聊到你离婚，家庭版小松奇谈，对吧？你会撅吗？你不会。你觉得二大爷特别棒，陶冶了我的情操，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屁股，把你们家沙发都做伸直了。是不是看人？所以我就觉得吧，亲戚不拿自己当外人这个事儿，该不该撅，就是一个看人下菜的事儿，不该。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停留在说，哎，三姑
那个没事就上我们家随地大小便，我要不要拒绝他？六婆觉得我的对象不好，非要我配给邻村的二傻子，我要不要拒绝他？那就没有意义。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题值得讨论的是什么呢？是说，因为我们混得越来越好，人模狗样的，那么我们跟亲戚之间因为价值观、生活方式、素质产生的剧烈碰撞，会产生一些沟通无能。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我跟你说，这些沟通无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用倔，一定要用倔来解决问题吗？不停的倔，倔到最后就是翻脸。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不小心在我们家大家庭的群里错发了一个表情图。什么图呢？因为我的群比较多嘛。什么图呢？就是大家经常发的那个，有人想睡我吗？不想睡退群了。哎，这个其实很常用，有，其实很常用。然后，但是我发了以后，我妈差点杀了我。什么群？我姨父就直接问我是不是写作压力太大，然后给我提供了保养智商的偏方。我想问一下，有人私信你吗？不，就在我们家庭群里啊。你说我该卷吗？我就说我没病，你有病。青年人就应该睡来睡去，那有没有对吧？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能不能就说收到了谢谢，然后下次我不发图了，他不就以为我吃了药康复了吗？多好！还有一阵儿，我大姨经常给我发一些如此的微信。哦，不好意思，补一下这个。哎呀！哎，这个植入广告，小米的笔也不用这么掉什么短微信？对，你发的微信。我大姨经常给我发这样的微信，太经典了！感叹号，什么样的女人才可以把男人引向成功？震惊！感叹号，希望有一个朋友为我转感叹号，有一个就行，有吗？没有，是中国人。太可怕了！感叹号。刚烧开的自来水千万不要直接喝！感叹号，喜讯！感叹号，马化腾今天过生日！感叹号，转发就送会员！感叹号，我试过了！感叹号，是真的！感叹号。我收到了不理，过了几分钟说你看了吗？我回那怎么不转啊？你说我应该卷吗？我应该说住手！这种傻逼内容需要吃脑残片才能看完，转什么转？转你妹！他妹就是我妈。那我不能卷呀。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转发了朋友圈，分组可见，那组就他一个人。所以你看，这么多的沟通无能，就是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对吧？我们的高情商开关只对领导、朋友、同事开启吗？对待亲戚就只剩下粗暴的撅这么一个按钮吗？然后我特别喜欢打1遍，因为只需要说一些段子，也不需要什么正经话。所以呢，大家可能都奇怪，就今天我这样一个能撅的人，为什么会选这个持方？以下这些话可能是我这几次上奇葩说最想说的话了。这个话题特别的热，其实我们的小编把它和平化处理了。自从这个致贱人、致 low 这样的文章刷屏以后，你上网一搜，全是年轻人吐槽亲戚，特别激烈的言语。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观点：你穷你有理啊，你弱你牛逼啊 ，low 还玻璃心，肯定都听过，对吧？各种各样极端的势力，各种各样愤怒的言辞。然后我就不明白，至于吗？就是我不明白，我想了很久。我后来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以为自己从猴子变成了人，亲戚是我们一条割不掉的尾巴，代表了我们原生的部分，就代表了我们想要逃离的阶层。就我们，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想面对那些就过去的贫穷。过去的窘迫，没见过世面，没素质，我们希望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文明、有规矩、懂道理、有财富。我们希望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不要有那种大呼小叫，就是没事就来占你便宜，到哪都不排队，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亲戚。他们用他们落后的生活方式提醒我们，我们走不远，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真正刺痛我们内心，让我们觉得愤怒的部分。就别说亲戚了，就我妈现在也不缺钱了，但就是不花，过着山顶洞人一样的生活。上个星期丢了100块钱，难过了1个礼拜，在家嗷嗷的哭，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死了。所以我就特别难过，我就问他，我说妈，我现在挣的也不少，你还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呢？就那我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答案。我后来想，这就跟猪肉盖章似的，不是同一个时候出厂的，生活在我们身上落下的印儿不同，连父母都是如此，更别说是亲戚了。就我们一刻不停地奔跑，然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用上了奢侈品。当我们终于混到了不用仰头看人的时候，是不是就想把头低下来了？我身边也有这一群这样的亲戚，就是一个藤上7朵花，都跟我妈一样，大呼小叫的，然后也没有，就我自己身上也具有这种就是没法文雅，就没法文雅的这种东西。然后我有时候也觉得特别烦，他们不拿自己当外人。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象我小时候，吧，1989年那时候大泡泡糖刚刚流行。我们家穷，我没有泡泡糖吃，我就跟我同学商量，我说你吃完了，就那个味道没有了，你把泡泡糖给我，我嚼吐几个泡泡丸。我每天都在学校这样。后来我大姨知道了，我大姨也没钱，但她送了我一盒。我觉得这盒泡泡糖就是我童年里最甜的味道了。真的是这样，然后1991年我上小学，我们班开班会，我没有新衣服，我想要一件红大衣。我小姨那时候要结婚了，就把自己结婚买衣服的钱省下来给我买了一件大衣。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其实我现在已经成长成为一个想撅谁就撅谁，想怼谁就怼谁的人了。今天我为什么坐在这个池方，就是因为这可能是我心里唯一一个柔软的地方了。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是我就是不想坐到对面去。谢谢大家。好哎，后边就不用再说了吧？都翻成这样了，30票搬到75。我在看我们正方的一辩，那个马建岳那个，可以的，你可以的，来，马建岳，来进。首尔说的真的很煽情，我也很感动。谁没有几个让我们童年难以忘记的亲戚？都有。你大姨小姨对你都真好，可是他们没有不把自己当外人呀。他没有在你们家做过那种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事儿啊。你对你好的亲戚，当然应该要记住了。我们今天说的就是那些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亲戚，我们该不该撅？我们当然撅。等一下，我有个道具。有道具啊！有道具，有道具。魔鬼吗？有点带不上去。要做小魔王。这是圆明园的那个铜兽吗？不是，是刚刚发型老师给我的，说特别适合今天的辩题，就是要撅，就要撅回去。跟你说，最近我深受这种就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亲戚困扰着。就是我亲戚不能提他的名字，提了就回不去了啊。就我亲戚，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今年才21岁，我居然面临着就是我这个年龄不应该承受的一个问题，叫做相亲，强迫制相亲。我小姨把一个不知名的男子直接带到我们家里面来了，然后是直接带到我们家里面，然后让我们一起吃饭。刚才不是说不点名吗？小姨看见了，我亲戚也直接把一个不知名的男子带到我们家里面来了，强迫让我跟他相亲，然后他还直接忘记了我到底叫什么名字之类的，问那个男孩说你是属什么？男孩默默地说我是属兔的。然后我亲戚，好巧啊，我们家这个也是属兔的，可是我是属猪的，我真的特别委屈当时，真的就是为了撮合我们俩这个情侣关系，什么都豁出去了。当时我也跟首尔想的，我亲戚对我其实，哎，我说呢强迫我们俩相亲，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着，就我小姨以前对我也不错，也就只能配合。然
后我爸妈也只能配合，因为我爸妈他不会是撅回去的那种人，然后我就配合了。过了几天之后，我小姨又把我带到那个男孩的公司里面去了，跟我讲这个男孩从外地过来，然后就在成都要买车买房，就差一个成都媳妇了，你们俩好好的在一起。然后说完这些，还给他看了我的泳装 MV， 然后夫人。真的，你知道我们少女团体为了就是那种泳装能拍的好看的，就会故意就是这样，就是能够吸引粉丝。然后，对老师，你知道植中老师，你看过我的图片？他发在大群里。不用澄清，他是发在大群里。他发在大群里，你私信了他。有人想睡我吗？不想睡退群了。对，他就给我看了，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就像被看穿一样。那个时候是冬天，然后给人家看泳装的照片，当时真的很不开心。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就是应该撅回去。而且，如果你第一次不撅回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过去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很委屈啊。你说你干嘛不早拒绝我呢？现在才拒绝，我那边该联系给你联系了，该算命的都给你算好了，八字成都合了。哎，你现在拒绝我说你不喜欢这个男的了，你什么意思呢？你把我当亲戚了吗？所以要撅就要一开始就要撅，不要等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的时候再撅。就是第一次他给你提出来的时候就撅回去。就这样撅回去。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跟父母一起出去走门串巷什么的，然后走人户的时候要做什么？一定要提个礼物吧。有的亲戚来，你说提个纯真来，我就算了；有的亲戚是什么都不提，空手进来，还问你的纯真在哪儿？你这个时候肯定是想撅回去的。你不仅你想撅，你的父母肯定也是想撅的。谁不是辛辛苦苦挣点钱买回来的东西？你说亲戚虽然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血缘关系，但是钱这个问题还是要分得比较清楚。有道理。因为我妈就曾经遇见过一件事情，就又说到钱的事儿了。然后呢，我妈就是把钱借给人家了。然后当时一个很煽情的故事，就是我牙，那个下颚关节歪了，然后就需要去做一个箍牙的手术，然后大概要几万块钱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妈说不行，钱都借给小姨，不是借给亲戚了。然后多讨厌。钱都借给亲戚了，现在要不回来，那怎么办呢？我说医生说了，我这个病半年之内不做手术，你这个嘴就张不开了。然后我就说那不行，一定得把钱要回来。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也想要回来，但是她好歹也是你小姨，如果我开口去把这个钱要回来了，她怎么看我呀？所以我妈其实也是很想撅回去，很想把钱要回来的，她做不到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我来做，我们一个家庭就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像我们家就是我妈赚钱，我爸做饭，我负责撅亲戚。你自己想，遇到这种亲戚的时候，你爸妈很为难，这个时候就是你该出来的时候了。各位，剩下这个54个朋友们，你们的爸妈现在要撅亲戚了，他没有不好意思撅，你难道不站起来帮他撅吗？你们还是一家人吗？是吧？养你有何用？养你这么大，撅个亲戚都不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拒绝，学会拒绝那种一眼看起来就对我们一点儿都不好的东西，和那种可能需要思考一下还是不好的东西。同时要学会拒绝这件事情很难，我知道很多人都做不到且不敢做，就是要拒绝那种带有善意，但是它是伤害到我做不到的事情。最后讲一个特别好笑的东西，就是我小姨不，我小姨。给他，给他面儿去。你有几个姨啊？就一个。镜头在哪儿？哪儿？红灯亮一下。好，小姨，我就跟你说，你跟我讲，让我在娱乐圈里面好好的干
干完之后，把我弟拉进来做歌星，把我2弟拿进来做编导，3妹拿进来做演员，我真的做不到。我跟你讲，我自己在娱乐圈里面连脚都没有站稳呢。你让我帮你做一些这些事情，我真的做不到。如果你看到这个节目，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再这个样子。如果再这个样子，我真的是要绝死你了。真的有这种亲戚，我还有一个亲戚是这样的，他很喜欢高晓松老师，是真的是真的。然后他过年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我真的很喜欢高晓松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要张签名？说真的，我跟高晓松老师就见过一次，上次录奇葩大会的时候，我上午录完，然后老师下午见我的时候就说，哎，你昨天表现的不错，他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然后他都完全不认识我了。然后我亲戚跟我说，我特别喜欢他，你到时候一定帮我拿一张签名。我知道你现在跟他录一个节目，要个签名很简单的，你让他用纸写2下就可以拿给我了。说真的，我真的做不到。有的时候亲戚的这种无理的要求，我们真的做不到。所以做不到怎么办？撅回去。好可爱。小马同学已经在刚才整个的这个辩论过程中，慢慢打开了自己的心房。对，他最后已经面对镜头直撅小姨。对，而且他今天中间最让大家开始投票改票的那一瞬间，是他指着他的鼻子说：“父母养你们这么大，就是要让你们撅亲戚的投票。”就那个瞬间，我看那个摄像脸都变了，你知道吗？摄像都开始按旁边的红灯了。对，好，今天这个比分大起大落。对，那这样，那个小马，你后面那个亲戚啊，对你好吗？还行，老师你可以考虑签个名。那我现在帮你要啊，快点，这样还有个交代。哎，老师可以写上突签吗？谁给谁？谁哪个签？小姨哪个签？谁？我想想叫什么？不行，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应该叫什么？哦，大姑姑。啊，这不占便宜吗？大姑姑。不是，你管他叫大姑姑，高晓松。只能叫是吧？这样，你秃大姑姑高晓松，大姑父，对吧？这样就是一家人了。不是，我就这样吧。秃僭越他姑。对。括号他忘了您叫什么。各位，我真的第一次见到明星签名是写“秃僭越他姑”。来。不是这样的话，他给任何人看的时候都知道是他大侄女僭越啊。对，哎，辈分过来的啊。好，我们到反方的2辩是刘楠来。我最初拿这辩题的时候，我还蛮诧异的，因为我觉得都现在这个社会了，大家这个亲戚已经不再是我们社交圈子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所以他不把自己当外人，令你感觉不愉快，你完全没有必要撅他呀，你不来往就行了，对吧？完全没有必要。但后来想，哎，其实对方也可以说，我怕什么？我撅了，然后我不来往。所以大家发现没？如果这个题的终点是我们可以不来往。那其实你撅不撅无所谓，所以今天我想先说我们辩论的一个前提是，这个亲戚是你要来往的，同学们，这是我们今天前提，这个亲戚你还是要来往的。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亲戚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我们跟一个人关系的远近，不是由那个物理上的远近决定的，也不是由你跟他来往的频繁亲疏决定的。我们觉得一个人近，是因为他能对你施加影响力。他能对你，他没有办法施加影响力，他哪怕就在你跟前，你都会跟他很远。所以亲戚的影响力大概就是通过你的父母向你施加的。你把亲戚当外人，但是往往你的父母没有把亲戚当外人，他把亲戚当自己人。你对亲戚这个外人设下的所有防线，在你父母那里全部反弹，没用。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发现有这么多的亲戚矛盾，网上吵的到处都是，包括我们今天辩论这道题。我觉得本质根源可能在父母那里，可能本质的矛盾在于，
我们这代人跟父母这代人，我们2代人对于社交圈子选择的不同，以及我们相处方式的不同，这是个代际问题。所以只要咱们父母这代人还在，只要我们还在乎他，只要我们还爱他们，这个亲戚问题是你摘不干净的。谁都别想把自己身上的亲戚摘干净，你摘不干净的。所以我想把这个辩题再翻译一下给大家听。这个辩题翻译的更多信息就是，有一个亲戚或者有一批亲戚对我，他不把自己当外人，提出了越了界限的需求。在我明知我还要跟他继续来往的前提下，在我明知他对我的至亲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前提下，我的目的是把他拉回到一个正常的界限，不要给我自己徒增烦恼。那么我当场硬的撅他，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辩题要探讨的，而不是简单的说拒绝。那如果这个辩题翻译到这个地步，我觉得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为什么？它不仅不能帮你避免麻烦，它还会制造麻烦。我为什么就特别喜欢马建岳讲话呢？就是他让我们都看到我们每个人年轻时的样子，就是我们都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那你还好，高晓松就没有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真的就这样。继续来说，我特别羡慕，就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年轻过，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那种炙热而浓烈的，我们都非常炙热浓烈。我们看到了矛盾问题，我们一己肉身，奋不顾身扑上去，就是建岳刚才形容的，我不替我爸妈撅，谁来撅？我们自己就扑上去了。但是说实话，就是你在扑上去的时候，你往往可能会忘记这个东西可能会伤害到你自己。可能会给你自己和你最在乎的人带来那些麻烦、尴尬、伤害，甚至痛苦。所以，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我们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温和，然后我们开始学会了避免冲突。我们学会了避免冲突，但是我们今天讲避免冲突，不是指你要逃避，也不是说你要全盘接受他今天提的所有过分的要求。避免冲突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对他这个需求 say 了 yes， 说了 yes。你要留给自己一些舒适空间，但你今天如果说了不，你也要留给他一些舒适空间。所以这就到了我想说的第二个论点，就是在你避免冲突的同时，要尽早的确立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规则。我觉得人跟人所有的沟通交往有3个层次，这3个层次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每个人都是 yes 先生或者 yes 小姐，我们对所有外界给我们提出的需求说好的好的可以好的，然后我们回去自己难受。这个阶段咱们是没有形状的，我们跟橡皮泥一样，别人捏一下你就蹬一下，别人扯一下你又张开了，最后苦了你自己。但第二个阶段，我们其实学会了拒绝别人，我们学会了说不。对于那些让我们感到很不愉快的需求，我们就撅回去。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形状是尖锐的，我们的线条是硬的。这个阶段难免你会做出伤害自己或者让别人不愉快的事情。到了第3个阶段，你定好了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规则，你变得内方外圆，然后你会发现，反而这个世界跟你的界面的线条变柔和了，但是大家反而会顺着你的规则来。我是不是有点鸡汤？听起来有吗？有点鸡汤啊！我觉得鸡汤王、鸡汤鉴别、现场鉴别，但不是鸡汤。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一个商业上的例子。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公司老板，我有一个苦恼，就是老接到这种让你投放广告的电话。喂，刘总你好。有一个男模关在别墅里的真人秀，特别适合你们公司。喂，刘总你好，我们有一个高铁上的垃圾袋广告资源，特别适合你们公司。你听这些广告资源，你也一天挺烦的，对吧？真的挺烦的，但还不能怼，因为你知道你怼了这个还有下一个，而且你万一心情没控制住怼了一下，明天那个财经新闻就是这个广告费都出不起了，经营状况堪忧，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有解。有一家公司处理的特别好，就是海飞丝的母公司宝洁。就宝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日化公司，他们很厉害，他们每年开一次什么呢？开一次全球的媒介策略大会。然后我记得有一年，他媒介策略大会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宝洁呢，今年我们的重点是在 digital marketing 上，
那我们在电视投放上会减少，我们甚至会不投。我们除了老的要投，我们新的不投了。大家想想，当他们讲了这个策略之后，所有人、所有广告公司给他们的提案，全是顺着他们规则走的。那他们该多么的开心，对吧？他不需要再面对很多乱七八糟不符合他们要求的提案过来。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心里中列一个清单规则，你能做什么事儿，你不能做什么事儿，对吧？比如亲戚在我们家住3天可以，你不要住超过30天。你跟我借点钱没问题，你不能借太多钱或者超过多长时间不还。你列一个规则，列一个规则。坦白讲，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规则清单的话，你的亲戚也蛮难当的。大家站在亲戚角度，他蛮难当的，因为那些天生热情的、喜欢你的，他由于不知道你内心的规则，他反而容易破了戒，反而容易成了你那个我们今天嘴里说的那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亲戚，对他蛮不公平。然后那些本来不喜欢你、跟你很疏远的人，这时候成了好人，这不公平嘛，对吧？对。所以我们的结论，我们的最后这个结论就是尽力树立自己跟这个世界发生交界的规则，然后温柔的对待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也会温柔的对待你们。思达来。哎呀，跟大家透露一个事实，奇葩说第4季的星星战呢，陈明从来没赢过，我没输过。哇！所以今天不是正方和反方的较量，就是我和陈明的较量。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啊，前面说的特别好，傅首尔说什么呢？傅首尔说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因为做一个自媒体的从业者，他告诉我，这个市面上流传了太多那种恶意的文章，特别愤怒的文章，致贱人呐、致 low 呀等等。为什么会流传这种文章？是因为我们当时没觉，我们心里憋气，我们想在网上找共鸣，想在网上爆发自己的情绪，对不对？所以今天爆发这种文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撅了它吗？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撅它。这就是为了维持自己内心秩序的平衡，一定要找一个出口。所以你没法说服自己说这件事儿我 OK。第二个，今天傅首尔告诉我们说，小姨的故事。小姨小的时候给她泡泡糖，在她一个场合的时候给她大衣。我们爱这个小姨是为什么？是因为她有小姨这个亲切的身份吗？不，我们爱的是因为她是对你好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对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人，但是他拿着亲切的旗号来侵入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要不要撅他？所以小姨的这个例子不成立。刘楠刘楠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叫做我们要立一个规则。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辩题呀。我们立了规则呀。今天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人，不就是突破了这个规则吗？我们讨论的是这码事儿，对不对？我们心中一直有规则，每个人的规则都不一样。我觉得我家3天能给你住，我觉得我家1个月能给你住，我们早有这个规则。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亲戚不拿自己当外人，是他不断突破自己的规则。刘楠一直告诉我们要树立这个规则，现在你要不要保卫这个规则？哎呀，我真的觉得撅人这个事儿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我今天的观点吧，有点小刺激啊。亲戚总不拿自己当外人，我们从轻的说起啊。什么叫不拿自己当外人？就是从零教你学做人，对不对？他觉得你可能有点文化知识吧，但是你不懂得孝顺父母。他觉得你可能在外面有点专业技能吧，但是你不懂得基本常识。所有人在一起吃饭，饭吃得好好的，这时候你二大爷突然把筷子放下了，跟你说：“哎，你妈这么多年养你不容易呀。”我不知道我妈养我不容易吗？用得着你告诉我吗？而且关键是我妈本来忘了，你这么一说，让她想了起来。整个饭都没法吃，气氛变成金牌调解。就是这个饭吃完了啊，临走了还跟你说一句，千万别忘了以后对你妈好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关怀我妈，好像我妈是从你家过继过来的一样。我不知道对我妈好吗？我觉得说实话啊，这件事儿还算是个小事儿，它也就是个客套话，对吧？没话找话。但是生活当中，
不是所有的客套话都是这么能够平易近人的说得过去啊。我给大家念念，我们生活里面还有哪些客套话啊？听过这句话的摁红灯。男生要买房，女生要嫁人。你太胖了，必须得减肥，不然嫁不出去。你太瘦了，多吃点，不然嫁不出去。你别在外面太随便，不然嫁不出去。你也别太挑了，不然嫁不出去。差不多得了，再读书就读傻了，别老看手机，没事多读点书。你看看人家，多跟人家学学。你没事别老跟人家比，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出门在外多注意点形象，别老注意形象，你走大街上没人看你。做一个最厉害，你都这么大了，这还不懂？你这么点年纪，你懂啥？不坏，谈不上坏，但是老套，这没法让你觉得这是真正的关心你。因为关心你有一句话非常简单，你要关心他，你就说得出口。你快乐吗？对吧？只会说这一句话就够了。但是我们也降低了自己的心防，我们不会给亲戚设立这个必须关心你的一个规矩。所以既然他不清不楚的随随便便的按照老套的剧本说了一句话，你怎么就不能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撅了他一下？第二点更刺激。亲戚不拿你当外人，你也别拿他当外人呐。我们的自己人怎么办？就是撅呀，对不对？对。没撅过你妈吗？你妈给你早饭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不吃？你爸给你秋裤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不穿？你妈让你到这儿上学，你说我偏不去。你妈让你打扫家务，你说我就是不干。你没少撅你妈，为啥？因为你妈是你的自己人。对吧？既然你不拿我当外人，咱俩也就别客气了。自己人不怕撅呀，是不是？哎，你该脸皮厚的时候脸皮厚，我撅了一下，你咋就脸皮薄了呢？这个有道理。话说回来，不是所有的亲戚都是怀抱着恶意的，这是我们最棘手的。有的时候亲戚不拿自己当外人，是他有一个淳朴善良的心。他也许没有给你打电话就到了你家来拜访，只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这个习惯，他不知道这事儿有毛病，但是他还不忘了给你带点土特产。我觉得当时就应该撅他，为什么？因为我也把他当自己人，我不能一直瞒着他，一直骗着他，收了他的土特产放那不吃，任他发挥长毛。如果他有一天没发现，我心里一直看着那个土特产是有点愧疚的，对不对？如果他发现的时候，你觉得伤心的是他还是我？他会伤心。他伤心的话是怎么说的？你不喜欢，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撅了他，是因为我们不想欺骗，我们不想挥霍这些真实善良的亲戚带给我们的重重的爱心，我们不想挥霍他，所以我们不浪费他，我们想撅的时候撅一下他。另外一个，不是所有的亲戚都很善良，对吗？其实我们面对这道辩题的时候，能想到的亲戚其实面目都挺丑恶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做到对待自己的人生非常坦诚，是因为你就是不能承认自己的亲人当中有人渣。这事儿为什么不能承认？面对人渣怎么办？为民除害呀，撅他呀！我给你们讲讲这有多过分的事儿啊！今年。我们一般说啊，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亲戚这种情况呢？无非是家庭发生什么事儿了，结婚啦，是吧？离婚就不算了啊，这个葬礼啊，对不对？今年我家老人去世，我姥爷去世，然后呢，给我姥爷打包的这个最后的给他烧掉的这一摊衣服，算是他的遗物嘛，对吗？我妈把它打包好了，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得出车，所以所有人都醒得很早。我有另外一个亲戚，啊，他干了一个事儿。他把那个包拆开，在所有人面前把这个包拆开，找一件衣服。他找什么衣服呢？因为他印象当中这里面有一件衣服特别好看，特别合适，他正好能穿。同时他告诉我们，哎呀，人都没了，你烧这东西没什么用，该怎么利用怎么利用嘛。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个包拆开。这个时候该不该撅呀？
应不应该撅？不撅这件事儿，对得起谁？我不信这个在天有灵啊！但是但凡再有的话，我姥爷看着这个事儿会气得直跺脚吧？喂，我那么好看的衣服被你拿走，所以我为了我姥爷我也得撅。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今天亲戚不拿你自己当外人，你很清楚他是善良的或者是不善良的，都该撅。最后一个，我们再聊聊自己。对方刘楠一直在讲我们应该怎么和自己相处，我没听出来。我觉得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该撅他，这才是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本分。因为你发现你照顾了每一个人的感情，你把所有人都照顾遍了，你这个人特别的感动中国，你没有照顾过你自己，你自己打心里清楚你很委屈，是吧？所以才会有对方一遍告诉我们的，在网上会发泄。你发泄的时候，下面网友留言还说：“嘿，你这个包子，当时你怎么就不撅回去呢？”你自己很清楚。我们在外面一个人，其实说实话，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也许我们冷漠了一点，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感恩。我们记得很清楚是谁对我好，对吗？我们不会遗忘的。对我们好的人，我们永远会在心中给他留那么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们的心就这么大呀。我们把这个心摊给所有人，让他们都可以在这为所欲为的时候，你在自己的心中站在哪儿呢？今天我觉得，如果当你坚持自己没毛病，这是我家门，我不想平时接受你那些无聊的教条的那些貌似关系的那些话的时候，问问自己想不想撅？这是你们当初拍红灯的原因。谢谢。哎，刚才思达说这个是他跟陈明的对决嘛？对，意思就是说是这个队伍所带来的诅咒跟这个正面的力量的对决。就是看谁能把谁拉过去。他们就是完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好，志忠来，欢迎志忠。不管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不管是跟你开了玩笑，对你说了不开心的话，还是实际上对你提了要求，今天这场题目里头，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存心占你便宜，跟不把自己当外人是两回事。什么叫做不把自己当外人？我跟建彪现在住在一间，我们住同一个屋子里。餐桌上他爱吃橘子，餐桌上常常买了水果。我吃餐桌上的橘子，我顺口会问一句：“建彪，这个橘子我吃了。”他也马上就会讲：“没问题，没问题，你吃你吃。”其实我当然知道没问题。我在问的时候，我已经在剥橘子了。问一声，只是因为出于我的教养。可是同样的，建彪，你在厨房里煎蛋的时候，你也不用特别跑出来嘛，你也不会特别跑出来说：“志忠，这蛋我煎一枚啊。”不需要，不需要，对不对？他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很奇怪，你还特别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吃这个鸡蛋？”你把我当什么人？我们什么交情？对不对？你把我当外人啊！我不在意吃你的橘子，我也不在意你吃我的鸡蛋，这叫做不把彼此当外人。什么叫做存心占你便宜呢？那就是我可以吃你的橘子，你别吃我的鸡蛋。我吃你橘子的时候把你当自己人，你吃我鸡蛋的时候，我说太过分了。甚至我买了鸡蛋，我不放厨房里，我放自个儿房间里，不让你看到。你橘子在餐桌上，我鸡蛋在床底下。这叫存心占你便宜。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存心占你便宜，不管是口头上、态度上还是实际上，这种人需要我们讨论吗？需要我们花时间来辩论吗？需要我们来纠结吗？这种人不要说是你去怼他，你如果跟你妈打电话说三叔存心占我便宜，你妈也会骂他的，对不对？
三叔我就知道嘛，他从小就这样，一天到晚占人家便宜。是的，存心占便宜的人，大家本来就讨厌他，根本不在这个问题里。这个问题在讨论的是什么？讨论的是三叔没有存心要占你的便宜，对不对？你去澳洲，三叔说：“哎呀，帮我带点土产回来，啊，帮我代购，大包小包帮我买。”可是没事的。三叔下个月我们家去福州玩，你想要什么？三叔2个皮箱，你要什么特产我帮你装。福州鱼丸好吃哎，三叔不用了，不客气。不是的，有什么想要讲啊？不用，三叔不用。不是啊，娃儿，三叔没有刻意要占你便宜啊。你想要什么你说嘛。你不要我的特产。你很客气，我三叔是我当然我知道呀。现在年轻人有本事了，有本事了，我们的东西你瞧不起。你去过的地方我没去过，可是我不知道，我三叔可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到你的，对不对？三叔带了孩子去你家玩，我知道叨扰你了呀。没事来三叔家坐坐，对不对？不用了，三叔不客气，下次有机会。不是啊，娃儿，三叔没有存心要占你便宜啊。我只是把你当自己人啊，我不晓得啊。有什么三叔可以帮你的？三叔没有办法跟你要高晓松的签名啊。你有谁想要的？你跟我三叔如果认识，如果我总有三叔我认识的人，你讲。三叔不用了，不客气。不是的。我没有要占你便宜啊，三叔尽力了，那这样好不好呢？过年你回来，三叔尽量了。你爸妈如果逼你催婚，逼你催孙，三叔帮你忙，我帮你拦着他。我说没事，不要逼娃儿。我知道三叔很懂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想那么早结婚，他们想早出。这样有没有帮到你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三叔没有存心要占你便宜啊。好，来，陈明老师来。基本都在射程内。他讲这个三叔的故事的时候啊，哎，真的是跟我想到了我第一次被这个问题困惑是特别像的一个情况。我拿到这个辩题，我就在想什么叫不把自己当外人，然后我就想到了发生在我小学身上的一件事情。小学的同桌，2年级、3年级的时候，同桌要拿我的改正页。涂改液，然后他就直接啪就把笔袋拿过来，就把涂改液拿出来就开始用了。我说：“哎，这是我的涂改液。”我就很诧异，我说：“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他说：“哎，我们同桌的1、2年了，你怎么这样？这我就拿就行了。”我说：“可是这是我的，你要说一下。”他说：“可是我的笔袋在这里，你以后要拿随便拿呀。”很像吧？他没有想占我便宜，他把我当自己人。可是我那个时候还没准备好把他当自己人。他说那句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没有要拿你的涂改液，我也不会想到去动你的笔袋，我伸不出那个手，我们价值观不一样。当我把手伸过去，我知道你允许我可以随便在你的笔袋里拿，但是我还是伸不出去，我一定会先问你，我能用一下你的涂改液吗？然后你说可以，我再来拿。我小年纪第一次感受到这种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是吧？就是有一拨人会坚定地认为说这应该是我们的，还有另一种价值观的认为那是你的和我的。所以这个问题在亲戚当中的映射几乎是一样的。他当然没有故意占我便宜，他没有把我当外人，他把我们划到一个圈圈里来了，但我还没这么划。这个辩题的冲突的那个交集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作为我们这一方，
作为我们这个价值观持有的这方，应该有个什么态度表达，对不对？应该有个什么态度表达？我后来就在想，我也不理解，以我同桌那么好的关系，他只要找我问，我一定会说，请你拿。我为什么那么介意他问一下呢？我后来又有点想明白了，在生活当中有点想明白了，因为应该的这3个字，是所有施与善意最大的天敌。任何你要施与善意的时候，只要你头上罩上了应该的3个字，味儿就变了。这一点特别奇妙，不把自己当外人，给我们那个些微的心理的些微影响就在于，不把自己当外人，会认为你这么做是应该的。本来我是愿意这么做的，你一这么说，我就不太想这么做了。哪怕你是亲戚，很多话你问一句都是小事儿。到我家来吃饭可以，晚上不先也不打招呼就直接来了，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住几天也可以，不问你就直接这么住着，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后来就想哪里怪怪的呢？我后来想明白，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都是俗人。施与善意的时候，我们心里一点期待都没有吗？我们期待什么呀？我们有没有期待一丝谢谢，一丝感恩？我们最怕那个善意消失于无形，我们最怕那个善意变成习惯，而成为我未来永久的压力。我最怕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变成我必须做的事情。当你越过了这一条界的时候，撅回去是在维系这个刚才刘总说的规则的制定。刘总刚才一直说到了第3个阶段，有了规则，内方外圆，都是第2个阶段撅出来的呀。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你撅过了人生的第2个阶段，撅到了人生的新境界，告诉大家就不要撅了。那我活在第1个阶段的芸芸众生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跳到第3个阶段去吗？所以在这个我就在想，那亲戚当中，刚才我上的这是小学同学，那亲戚当中这种不拒绝会有什么？因为我说实话，我抽到这个辩题，我很没有说服力。我一生没撅过亲戚，我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种老好人。我跟傅首尔真的是遥遥相对。我有时候很羡慕傅首尔、甜甜姐、薇薇姐这种性情中人，有话就说，有事儿就讲，然后人就特别直性子。然后我很羡慕。但我做不到，我这个性格就是这样。我也没撅过亲戚，我打了这一方，还要说要撅。我当时我还是给我爸打电话，我说我都没撅过那么多亲戚。我爸就在那边笑，他说因为我都帮你挡了，我都帮你挡了。我有很多亲戚，其实很多时候来找你，我都会说你都不会把我的电话给他们，就你有什么事先跟我讲，我再跟我儿子说。他都帮他扛了，我爸为什么要帮我扛了？他的一生正好就是那个阶段，我们的父辈其实正好在那个转型期的那一生，从农村出来进了城，他也没读过什么书，练武术出身，然后做警察，一开始就做警察，70年代就做警察，到现在老警察，在城市干了个10来年，地位不错了，一堆亲戚会找。这个工作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呢？这个户口你在警察公安局城市户口那是不是顺道的事儿呢？我这个又没对象，你能不能介绍一个呢？一般来先吃个饭就住下，住了几天说，哎呀有没有什么工作介绍一下？前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不撅，而且尽力而为，尽量去帮，能帮就帮，都是这样出来的。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看的真是极有共鸣，《人民的名义》，祁同伟，祁同伟。当然啊，开始那10几年比较像，结局不一样。谁知道呢？已经退了，而且还没有饮弹自尽，是吧？他这个转折在哪里啊？从祁同伟的故事的开头，为什么没有走上祁同伟故事的结局啊？他中间撅了一次，而且是大撅四方，硬撅了。他帮了10来年的忙，在那10几年不撅的帮助当中，折射出了人性奇妙的地方。人性的奇妙点1，只要人生中有捷径，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当所有乡村们的乡亲们发现他能帮上忙，一句话呼之欲出：1碗水要端平呐，四叔。2舅子的忙帮了，3舅子呢？4舅子呢？小姨呢？你帮哪个？你只能都帮。人力是有限的，但我爸尽力了啊，有的介绍工作，
有的努力的把这个户口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那个时候这还挺值钱的。帮完之后念着好吧 ？No， 人性点之2，你做了10件事，9件好事，1件没办成，所有人都只记得那1件。没错吧？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念着好，大部分人说的是，哎呀，那个什么什么还有个事儿，你那个事儿上次怎么没搞成呢？四叔，你这个你看那个就搞成了，我的这就没搞成。抱怨，没什么好结果。奇妙点3，人类会滋生出奇怪的依赖特性。介绍了工作，刚开始不怎么好好干，四叔在嘛，我这份工作搞丢了，再给我介绍一个嘛。找点关系嘛，活动活动嘛。疲累不堪，一旦这个橛的头不开，滑着滑着就滑到这个人性奇妙的漩涡之中了。大概10多，在我小学1年级、2年级那个过年的时候，我爸喝多了，大发了一次脾气。他帮了那么多，真的这么的忙，但是大家来吃饭还是说着面上都一下来面上都特别恭敬，一下来，哎，四叔什么全是事儿。那次大发了一次脾气，把酒也砸了，酒瓶子也砸了，说从此以后不要往来了，你们都回去，这帮侄儿没有一个靠谱，全回去，以后没有你这个四叔了，就这样了，话到这儿了。4、5年的时间真的都没怎么走动，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还觉得这做不往来了，不是，现在比当年亲热多了，因为那一帮侄儿、侄女儿、外甥女儿、外甥，一夜之间都长大了，他们意识到没有人能帮他们了，那介绍的这个工作你就得好好干呢。没办法，我爸在生活当中找回了自主，但他们学会了自强，这就是橛的作用。你以为橛是在刚才说这是麻烦，不，那是一时的麻烦，坏了他们之后的顺途啊。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是当年那个社会，不是传统社会那个亲缘血亲，然后靠关系能搞定的时代。现在是城市文明，你在城市当中，你的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你的思想没有过来，待不下去的。橛是在告诉他们这个新时代的规则，人要靠自己活着，关系帮不了你一世，你一定要有自己立得住脚的地方，你不要再有任何依赖的特性。不仅要告诉他，而且要一开始不留情面的告诉他。为什么要用橛这种方式？因为不留余地。刚才我说了，人性你留一丝余地，他就能给你撕出一个世界。哇！你只要给他留一点委婉的空间，他就能在空间里不断突破。你只要说一句：“哎呀，这个事儿我也不确定，完了不确定，明天我就再来。”必须确定、直接、肯定、直白，甚至有些冰冷的告诉他们这个时代的规则。那当然，对方也有提到，那还有那些很好的亲戚，大姨、小姨。四大刚才说得很清楚，那不是你的外人呢。他对你那么好，你发自心底的已经把他当做自己人了。你真正的自己人，你会觉得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吗？没有。我们这个题目在探讨的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主语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我其实没有把你当自己人，但是你却把你当自己人的人所做的事情吧。这不就通顺了吗？当然，之前讨论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也撅我，他们都撅我，他们说我这个持方特别不符合今天，特别不符合我一向以来呼唤爱的过程。爱神说你爱呢，亲戚之间是吧？找你帮个忙什么，你那么磨叽，爱呢，为什么不去爱你的亲戚？后来也琢磨了一下，我发现撅才能让你的那个爱有区分而有重量。我现在其实是在学着改变。我之前是个老好人，我没有撅人的习惯。然后我对所有人，其实大家有什么要求，一般我说 OK 没问题。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很多年、10几年的朋友。但是我也渐渐的发现，其实像我这样没有什么真朋友，不撅亲戚的人没有什么真亲戚。真的好厉害，真的没错吧？我跟所有人都是那样。然后当我有个朋友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挺好，挺好，挺好。他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你对全世界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经常有时候我跟我老婆去撒娇，我都会说，我说你看我一辈子没有跟你发过脾气。她说这有什么？你发过脾气吗？对谁都没发过脾气。我就觉得我应该在外面多发点脾气，才能显得我的那个好与众不同。厉害！首尔啊，
你不撅那几个真正该撅的亲戚，你大姨小姨心里都不好过呀。从小对你那么好，你对大家的好跟我的好也没嘛区别啊。该撅的一定要撅，明晰自由的边界，告诉他要自强的道理，维护自己世界的安宁和秩序，同时让自己的爱因为有了区分而显得珍贵。无论如何，应该撅。谢谢。太棒了，太好了，要翻对了，亲了，厉害，厉害，真厉害！如果再赢不了，绝不是人祸，是天灾。好，那个罗老师来。哎呀，对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陈老师今天是怎么都赢了，要不就赢了这场比赛，要么就赢了姜思达。我。因为陈老师刚才那一通发言，我真是觉得特别稀奇哈。从亮明自己底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开始，然后最后以集体主义结束。从我们讨论怎么我们这代人撅亲戚，最后变成他爸怎么训子侄辈。你不觉得你在扭曲吗？其实今天对方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就是态度的选择问题。他为什么不说拒绝亲戚，要用撅？这个很多人都不认识的字儿，有讲究的。这一题变的是态度题，该不该用这种比较原始本能的态度对待亲戚？这是这道题的本质，对吧？反正我觉得不该。我即使这么做过，我仍然觉得不该。这就是个人的成长啊。我们的大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进化了几亿年的，叫蜥蜴脑。从恐龙那会儿，这个脑就这样，负责各种本能、情绪、各种反应。但是近几百万年，我们这个物种还进化出了一种叫大脑皮层前额叶这种东西，它负责理性反应。这是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嘛。所以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在做该不该这种选择的时候，对自己多一份要求，不和别人产生冲突？任何不好处理的情境，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上面施加自己的智慧？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这不是世上本来应该有什么理。我不想辩论哈，我只给大家提个小故事。在一家公司里，一个员工不小心把一扇玻璃门给打碎了，老板马上就冲上去，哎呀，你人有没有受伤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哦，不用不用，好啊，你们处理啊。然后把总务主任叫到一边说，让他赔。那这个时候总务主任该怎么处理这个难题？老板做完好人走了，然后你自己要让人赔。总务主任马上就走过去，哎，你跟老板关系怎么这么好啊？老板刚才特地把我叫过去打招呼说，让他赔个便宜的。哇，所有的矛盾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最后变成风平浪静。所以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你要撅你的亲戚？所以我实在不理解，当我们回答一个该不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对自己提一点更高的要求？这不是为了任何人，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精彩，特别好，精彩。田玲老师，一般说起来呢，如果罗胖讲2个故事，我也要讲2个故事。但是我今天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因为好不容易高晓松重来了，我充满了期待，想看高晓松和康永哥接下来的巨大的发挥，所以我今天采取的方法是什么都不说，直接让给他们。我用这种态度来撅罗胖，怎么那么没眼色呢？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只是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撅也是可以笑着撅的，不伤感情。
你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可会了。狡猾狡猾的狡猾啊！那我们按照规矩，得先是从康永哥先开始。康永哥，请开始。小松回到这个舞台来，会激发我一份不同的斗志。斗志是人活下去的依据。我们撅人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我们为自己所立下的志气。我们的人生力争上游，争取的是什么？是选择权不断的增加。而所有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人，唯一没有经过我们选择的，就是亲戚这种人。你如果跑去欧洲，跟人家聊亲戚，根本不构成价值标准当中的任何一个项目。他不明白这有什么好讨论的。这个题目对我来讲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人，如果是我所没有批准的，我要不要撅他？我一律撅，管他是不是亲戚。就是人生是我的，你不拿你自己当外人，我还不能撅你。那我活着的逐步成长的意义是什么？是一步一步的失去我的选择权，变得越来越受制于别人吗？这不是力争上游的原因吧？所以小松今天可以选择，他要来参加奇葩，不来参加奇葩，参加了一季，不参加下一季，不参加下一季，这一集又来了。这就是他的选择，他有多自在。这就是他力争上游得到地位之后争取到的东西，叫做选择权。你的朋友是经过你严格挑选的，你也许不是主观去挑选，你没有办一场考试说考卷考到80分才可以做我朋友，不是。可是你在生活中不断的考察这个人跟你是否气味相投，聊得来，成为你的朋友。你的伴侣绝对是你选择的。你的同学没有经过筛选吗？一定有。他们进得了这个学校，就是经过某一个筛选的过程，才变成你的同学的。最莫名其妙的是亲戚，那是什么标准产生的？三叔、八大姨、小姨、大姑姑，谁呀？就是谁帮你们选的这批亲戚？没有人啊。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定义当中，亲戚这么重要。这题目之所以值得辩论，就是因为亲戚很奇特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散发着一股光环，就是我是你的亲戚哦。那我的回答就是 So what？ 那又怎么样呢？就你不过刚巧就是在我们各种血缘关系当中搭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便车，你就成为我的亲戚了。你有写过申请书吗？我有盖过章认可吗？我门上写着 Members Only， 只有会员可以加入哦。你是我会员吗？不是吧？那你怎么就来了呢？你没有会员资格，还不把自己当外人。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件事情哈。什么样的人不把自己当外人？我告诉你们，没有自己人生的人，把别人的人生抢过来当他的人生。这样的人你不卷他，那你力争上游之后得到了社会地位，得到了选择权，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跳过亲戚这2个字，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被传统的压力被迫把亲戚当回事，而你在别的文化里面很少遇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刚刚都在讲转型这件事情？双方辩友都讲了转型这件事，就是因为转型很奇妙的。你知道在过去以部落为主的文明当中，家族很重要。当时没有医院，没有警察，没有公共交通系统，没有银行，没有信用卡，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家族来替个人承担跟完成。你在家族里面，你太太怀孕了，谁能够接生就跑来帮忙。那大姑姑会接生，大姑姑就来帮忙，因为没有医院可以去。感冒了，没有医院可以拿药吃，家族里面有谁感冒过，吃什么东西吃好了，吃那个东西。然后没有人保护你的安全，森林里面跑出一只老虎来，家族必须要联合抵抗这只老虎，大家才能够活下来。
没有公共交通系统，所以谁要去哪个地方顺载就载你一程。这是家族当时的意义。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不卷亲戚是有原因的，因为家族的力量来自亲戚的力量。所以亲戚的重量在过去不可取代，而在现在已经被淡化了。被淡化之后，我们作为公民有没有别的义务要承担？有，你要交很多税，你交的税就是拿来负担公共交通系统、负担警察、负担医院、负担你跟银行借钱的时候的利息，这些是你付出的代价。你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去适应新的文明，你还不舍弃旧的文明，给自己更多的负担，你怎么忙得过来？你怎么吃得消？这是我们卷的原因，就是人生总要有所取舍。所以你要不要摆脱亲戚这个光环所带给你的莫名其妙的束缚？如果你立志要摆脱，你才能够逐步的摆脱。如果你一碰到亲戚2个字就软化，就觉得哎呀亲戚嘛没关系，你要先问问你自己，就是你是因何标准而设定这个人可以享受特权？特权2个字不就是人生特别让给那些有权这么享受的人才存在的吗？那些有权这么享受你的人生的人，不是争取而来的吗？他们是你的伴侣，花了很多力气跟你共度艰难的时光，他们是你的父母，花了很多力气把你拉拔长大，那才是应该享受特权的人呢。然后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人，他们的人生跑去哪里了？为什么要来抢你的人生，当成他们的人生？你的问题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就卷他。今天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最大意义就是从我们的心底剥除亲戚这个莫名其妙得到的光环，让一切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人都回到人生最基本的价值，就是他们是经过选择，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谢谢。好，到小宋。这个好久不辩论啊，千头万绪都不知道找谁辩，就是他们全都千疮百孔。先说康永哥，这个康永哥完全就是说的就是我方的这个论点，就他说的很清楚。过去他每一季都用这句话，就是蔡康永说的完全是他的论点，完全就是我的观点嘛。对呀，过去在部落时代，是大家得在一起生活，然后等等。后来到了封建时代啊，大家族在一起生活，宗族在一起生活，要分家，那个时候才需要怼嘛。离那么近不怼怎么办呢？不怼怎么争夺这个生产资源？不怼怎么分遗产呢？怎么分家呀？当然要怼呀。那时候舅舅都有权。这《金瓶梅》里最精彩的一场，孟玉楼怼她老公她舅舅。她老舅说：“你不应该嫁给西门庆，你应该嫁给一举人。”臭怼一通，因为你有权利管我呀，我当然要跟你怼了。康永哥完全说了我方观点啊，现代化了，城市里了，大家淡化了，都淡化了还要怼啊，是吧？都已经疏远成这样了，见一面都不容易，还要怼啊。好淡然，好城市化，好钢筋混凝土，还隔着钢筋混凝土给你怼呀、所以别怼了，这是第一个啊。再一个就是大家都说了很多，其实他们说的，对方3个人说的，2个半说的都是，其实说的不是亲戚，是朋友啊。我怎么让你成长？你是朋友，当然是有义务要让他成长了，因为他不成长，你就不跟他交朋友了嘛，是吧？我努力的怼你，我骂你。啊，这那的，然后我最后说，如果你再不成长，咱就别当朋友了。问题是，那是你对朋友的义务啊，你对亲戚有这义务吗？他不成长了，他就不是你亲戚了，他不还是你亲戚吗？你过年还是得见你外公去世，他又来了，然后你说你没成长，你出去。由于你没有成长，原来你是我舅舅，现在你是我外甥，对吧？他还是你舅舅啊，他
他再不成长也成不了你外甥啊。所以我就你说你那是费什么劲？我看他我都替他们累得慌，好费劲。说你要这么教育亲戚，要不然他就不成长。你要这样，跟你有关系吗？是吧？然后陈明仿佛亲戚们全是贪得无厌，全是那种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你就每个人身边的人群，基本上是正态分布的。你再倒霉的人，你也没见过一个班都是王八蛋，是吧？那总有几个热心肠，总有几个冷脸盘。亲戚其实也是正态分布的，但是呢，亲戚跟你从小成长的那些圈子最大的不一样，是你从小可以分很多圈子。小学毕业了，说终于摆脱了这个圈子，到初中了。哎呀，特高兴！一看还是那正态分布，这一班里还是俩热心肠什么什么的。哎呦，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就我这么倒霉啊？有没有一个班里没王八蛋呀？好容易到高中，一看还这样。你哪怕参军去，那一个集体里只要超过6个人，他就会分化成这样。但是其他的他可以改，你可以说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朋友圈子可以建3个，让他们互相不见。亲戚一辈子就这一个圈子，你不可能20岁以前他是你舅舅，20岁以后改他是你舅舅，不可能啊！是吧？这一辈子就这一圈子呀，这一个圈子稳定的在你的身边正态分布着这么多年，你还要去跟他怼？你说你的智商跟情商都是怎么来的呀？你明知道这个圈子在你身边会稳定的待到要么他走，要么你走，简称你死我活，是吧？在这么这样稳定的关系里去跟人怼，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就是没有情商的人才会干这事儿。因为你怼不怼他都在那，你怼了那个成本比你怼一个朋友大10倍。你怼一个朋友成本无非就是丢了一个朋友，你怼了半天这亲戚还得见，下回见，结果你还累了，你还想哟上回怼过呀你，这回来是继续怼呢，还是跟人道一歉呢，还是假装没发生？那个。怼完一亲戚死了，他儿子见着你说你怼过我爸，是不是？这事儿可你怼过我爸这事儿可没完啊！你说你怼他干嘛？是吧？所以基本上外国也不是那样的，我在国外也没见过怼亲戚的。没事闲着怼什么亲戚啊？是不是？这他因为他也淡呐，是不是？康永说的呀，他淡更不怼了，一辈子就圣诞节见一面。然后圣诞节非给人怼一下，我等你1年了啊！你终于来了，今天一定要怼你，什么毛病？所以基本上，你们对方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说的全是朋友，用怼的方法塑造朋友，用怼的方法选择朋友，用怼的方法营造圈子，等等等等都可以，啊，我觉得这都挺好。第二，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部落等等也好，我们其实一直比西方人不怼，是冷漠着不怼。我们不但不怼，而且我们还希望大家能有好的关系。无论是我穷你富，还是你穷我富，还是咱俩需要相濡以沫，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关系在一起。就是说，儒释道嘛，道首先就是不怼。是吧？首先道是母系社会的原则，哪怕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也不会去跟你怼去。儒家叫持之以礼，也不会去跟你怼去。世家没亲戚，出了家所以没有亲戚，所以也谈不上怼。就我们一直赖以维系我们自己，无论是个人修身，再来。齐家，再来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个国家永远有穷亲戚，永远都有。现在还有一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一穷亲戚。我们怎么对待这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这我们怎么对待他的，是吧？最多来一句：“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姐姐。”
我说完了。马老师，我们应该也不需要提醒高老师全程把撅说成怼，没差吧？我们后期给他改了。对，撅，差不多。康永哥还有1分钟，小松回来其实特别有趣热闹，所以就要不是牵挂着陈明的胜负，我真觉得有什么这么久见一次面，何必卷呢？是吧？好，小松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一题，是因为亲戚是我们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一个圈子，我们自己不处理啊，没人帮我们处理。你不用绝对的手段处理它，它就不会产生变化。很多人被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亲戚搞得很苦恼，就是我有一些朋友的家长帮别人做担保，结果倒了债之后，自己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家里面始终翻不了身。那个是真实的痛苦，并不是我们可以云淡风轻的说人生瓷器这种交换的事情。我们不把这个魔咒从一般的身上给解开的话，很辛苦，背的是一个没有酬劳跟回报的关系，所以要跟这么一个无法摆脱的关系一直纠缠下去吗？一个没有办法自立自强，而需要把别人的人生当自己的人生，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亲戚，你要继续任性的让他发挥下去，然后让他的下一代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去程序这么一个亲戚观念吗？我认为今天的辩题是趁着这个节骨眼，我们慢慢的培养出一种大家各自过好自己所选择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圈里头重要的人，这是我方今天想要强调的一件事情。那我最后还是要讲，小松回来让我很开心，他讲的每句话都好好笑，可是他讲的就是我方的观点，就是亲戚。亲戚是我们一辈子，我们自己不处理，别人处理不了，也不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就能够摆脱的负担。所以，如果那个负担已经重到压迫到你，处理它。谢谢。我们先交给现场的100位观众，赶快来锁票。来，各位想一想，哪一边的辩论更加打动你，就支持他，红方还是蓝方？各位请选择。3、2、1，停！谢谢。好，揭晓结果之前，我想要听听我男神的观点。今天很高兴，这个小松和康永又开始了一场辩论，他们俩刚好所说的都是我方的观点。我觉得坐在中间，尤其是在结果之后，可以没负担的去讲，真的挺好的。但我一直在想，我没有这样的亲戚，我没有想，所以我没有想过要不要撅他。但是我在想，你的亲戚为什么会不知进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不是因为你的亲戚觉得他不是在占你的便宜，而是在分享你占的便宜？这个是亲戚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怎么讲呢？我以前在爱奇艺工作，我有很多亲戚朋友会来跟我说：“你都在爱奇艺工作了，而且你身居高位，你给我一个爱奇艺的 VIP 卡吧。”年卡199，我没有办法跟他说我要从公司拿的话，那叫贪污。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其实是我们讨论这道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今天虽然都生活在都市，我们都不长在农村，但其实我们都离农业文明没有多远。因为在农业文明里面，不是以货币和商业关系去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的，是你们家有盐，我们家有醋。我小时候生长在北京的大杂院，你们家煮饺子，你不好意思不端到隔壁去，你一定会多煮出20个来，对不对？因为人家给你端过来了，然后你也不用去想说我们家没醋的时候，我要不要出去买，没那回事，去他们家拿去。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用钱这个东西去衡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后来住在楼房了，依然是这样，就是这一个楼道里的几个人，你还是会送。
今天我们不会了，为什么？我们进入了商业文明。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你的亲戚或者你认为你的亲戚仍然在农业文明，而你已经进入了商业文明的话题。他来你家，说实话，他来你家吃饭，你添双筷子，你会觉得他过分吗？你不会。但是如果你开餐馆，他说反正我去你们餐馆是添双筷子，而且你刚好开的是法国大餐，你就疯了，对不对？对，其实我们之间的进退就在于，他认为你反正是占的便宜，我跟你分享没事儿，你反正很有钱，所以我借你点钱又怎么样呢？我觉得站在亲戚的角度去想想，他为什么？他未必是占你便宜，他是在跟你分享便宜。反过来，你该不该撅他？我觉得你只要以同一种态度，撅不撅他是他的事儿。当然，如果你家里真的有一些东西你不用，但你又实在舍不得给亲戚的话，你应该用闲鱼 APP 赶紧把它卖了。谢谢，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的海飞丝，谢谢。谢谢，哇塞，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谢谢，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果味汽水，美年达。谢谢，吃嗨了喝嗨了都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收看《奇葩说》，谢谢。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结果到底是陈明赢了比赛，还是姜思达赢了陈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首尔。在奇葩大会上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看着这个上面的人就觉得好喜欢、好神奇啊，就觉得这样也行，就怎么活着都行。就很多以前一些陈旧的想法呀，在这里都得到了更新，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我觉得我跟奇葩说上的人可能有点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特立独行的人，但是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普通的人他在生活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也应该到奇葩说的舞台上来说一说。去看到各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快点来参加！我们来看一下，请让我我正方，好。人称酸牛奶，我们提供的10万元的奖学金。接下来要请我们台上的3位做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正方，也就是获胜方的3位当中，选出一位你们觉得表现最为可爱的辩手，写出他们的名字来。好，来，请亮出你们的题板。2位选择陈明老师，1位选择思达，所以祝贺陈明老师获得今天的黄星星。谢谢陈明老师。我们小松来，下身没话，终于赢了。您不用出去，您就有一种好，祝贺陈明。好样的。好，来各位请坐。我们今天还没有结束，今天呢我们就不需要去讨论黑猩猩这件事情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关于我们这次这个奇葩决赛的半决赛的4位，其实前4名的人选已经出来了。我们前4名呢一共有5位，因为有2位是并列的。前4名的人选，也就是晋级到半决赛的是姜思达、潇潇、颜如晶，还有2位呢都有1颗黄星星，他们分别是傅首尔、陈明。哇！好，接下来呢，我需要请全林老师和罗老师要加入到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因为你们2位，包括我们马东老师和康永哥4位导师，在之前所有的星星争夺战当中，
已经观察了我们所有奇葩的表现，所以请你们在刚才5位之外，再在题板上写出3个你们觉得可以进入到我们奇葩之王争夺赛的我们的奇葩的名字。首先，请罗老师亮出您的选择：菲菲、欧阳超、麦滋叶、马建岳、董静、刘楠。菲菲、胡建彪、董静。请让我说话，说话，说话，没有人废话，听话，听话。好，祝贺。那么接下来我再来宣布一下，我们进入到第4季奇葩之王争夺赛的半决赛的8位选手，他们是姜思达、潇潇、颜如晶、傅首尔、陈明、赵鸿飞、董庆和吴建彪。8位，请听好，现在你们立刻马上要做一件事情，分直方。马上我告诉你们下一场我们要辩论的题目，然后你们8位来自己商议如何分出正方和反方。奇葩村有一口渔人井，这个井里的水喝了以后会变得一时错乱，颠倒黑白。奇葩村所有的人都喝了，你喝不喝？正方喝，反方不喝。请你们商议之后分出4位正方，4位反方。来，请到场中方。对，妈，就这么顺利的完了吗？好了，你妈妈好了，好，来站一下，下班了我站一下，按正反方站一下。